女人刚撒完尿就震惊地发现马桶上竟然装了一个隐蔽摄像头，她的隐私全都被拍了下来。可令警方更意想不到的是，摄像头还拍下了一场性侵过程。视频里一个男孩急匆匆跑进了厕所。Maybe he ran in there to hide. What's the door shaking? Someone must have followed him in. Don't open the door. 可是男孩却打开了门，接着就发生了震碎三观的事。Camera's going out. Toilet perv caught a sexual assault. 随后技术科立即对视频进行了分析，可嫌犯的脸是被挡住的，只能看到穿着。不过经过视频增强，却还原出了男孩的样貌。而这时老练的警探又有了发现，通过回放看到嫌疑人手里有东西，增强后竟是一个运动护裆，加上男孩穿的是运动衫，所以猜测当时可能在举行某种体育运动。随后视频再度增强，竟发现嫌疑人的指甲涂了指甲油，因此警察大胆推测强奸犯是个女人。没想到又是一起变态性侵案件。紧接着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警察开始了调查分析，很快找出案发时间段周围正进行一场足球赛。然后警察拿着受害者照片找到了教练，而据教练介绍，男孩叫尚恩，那天他和对手打架了，然后喝醉了的尚恩妈也加入了战团，结果却自己摔了个狗吃屎，接着就摇摇晃晃去洗手间清洗去了。随后尚恩也离开了，就再也没回来。听到这，警察不由得产生了一个变态想法，于是下一秒就来到学校找尚恩核对。不料尚恩一开始还不承认被性侵了，但随着警察拿出视频截图后，他也不得不默认。然后警察炸他，我们已经看见了凶手的模样，你详细说下当时的情形吧。却不料这让尚恩羞愧难当，更是直接跑掉了。这倒把要进门的校长吓了一跳，而警察也正好询问起了尚恩父母的情况，因为他们已经有所怀疑了。可据校长介绍，尚恩只有一个妈妈，并且是个讨厌的酒鬼。于是下一秒警察就来找了尚恩妈，话里话外逼问他那天和儿子发生了什么。而母亲也不是傻子，很快就听出了警察的意思，当即予以了反驳。我那天清洗完后去咖啡厅喝咖啡了，在喝第二杯时尚恩找来把我拉走了，也没提他发生了什么。当然哪有儿子主动和妈谈性的。可他的这些话警察根本不信，他们推测当母亲喝酒的时候，对年轻的小伙子肯定很饥渴，加之还从邻居那里得到了一个炸裂的消息，就是尚恩妈曾经喝醉了到处找厕所，结果凌晨3点敲响了邻居家门借用。可问题是他是光着屁股去的，所以在酒精的催化下，母亲可能做出任何事。但大队长为了保险起见，命令明天再去确认清楚。而第二天恰好又是一场比赛，于是警察按照嫌犯的穿着展开了调查，专门找蓝毛衣牛仔裤的女人审问。不料这位妈妈表示衣服是广告商统一赞助的，每个妈妈都有一件，当然尚恩妈也不例外，这让唯一的线索也失去了作用。可谁知就在这时，警察突然发现校长却在陪着尚恩，而且举止还挺亲密，这不由得挑动了他们敏感的神经。尤其是当校长又领走了另一名男孩后，两人顿时有了不好预感，于是急忙追了上去。不料男孩竟是校长的继子，但警察并未就此放松，而是询问校长你的蓝毛衣哪去了。结果校长表示不合身，一直没穿，却不成想下一秒就被继子拆穿，你不是一直都穿吗？警察一看就是有问题，本还想继续追问，谁知校长却心虚找借口先溜了，这无疑加大了警方对他的怀疑。然后他们就摸清了校长的老底，不过他的背景却很是干净，没有任何违法乱纪的前科，但警察仍是怀疑他可能先和继子乱搞过，而且每场比赛他都在现场，尤其是今天逃避调查就很让人起疑。于是为了彻底弄清校长的真面目，警察又走访了学校的老师，结果他们都表示校长近来有点心烦意乱，而且签署文件的笔迹也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变得越来越潦草了。可当警察在想找他谈话时，却被告知他已经请假回家了。于是警察又赶到了他家，不料只有丈夫在，随后只能直言你媳妇离开学校后，尚恩也失踪了，吓得丈夫还以为媳妇被绑架了。结果警察认为是校长绑架了尚恩，更是明言你媳妇和学生甚至继子乱搞，这让丈夫哪能受得了。不过终究是外行，想袭警反被警察制服了，在撞了南墙后这才冷静下来，也说出了实话。 She hasn't been herself lately. She's preoccupied. She snaps at any little thing. And in the bedroom, she's insatiable. Are you telling me that she's not getting enough, so she's screwing a little boy on the side? 警察不想回答这些问题，只想知道校长在哪。丈夫这才交代我们的车不见了，那无疑就是校长开走了。随后警察根据这条线索很快就找到了那辆车，结果尚恩还真在上面，好在看上去没受到伤害，而校长也在那里，不过他的状况却不是很好，还一直在呕吐。但警察不管这些，先逮捕了再说。可事后令人没想到的是，校长很痛快就承认了厕所门，不过却表示那次之后是尚恩不满足，这才带我出逃的。警察当然不信，逼着他老实交代都对男孩做了什么，却不成想校长当场掩饰了起来。That's a bad idea. 此时的校长好似吃了劣质春药一般，有点不自控了。
但警察必须守住底线，于是狠狠将他推了出去，不料却因此引来了大火。校长居然被撞得抽风了，然后就在送医期间，纪委不出所料找上了警察，很明显是怀疑他严刑逼供了。但本森作证他是遭到了性侵才反抗的，这让纪委很是难以相信。然而就在两人针锋相对之际，医生突然带来了坏消息，他们在校长的脑袋里发现了一个肿瘤。虽然这个情况解了纪委的怀疑，但同时也给了校长逃脱制裁的理由。检察官肯定是不愿意的，因此跑来医院想要亲自审讯校长。结果医生证实校长肿瘤长的位置恰好压迫大脑，造成了性欲过剩，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肿瘤他就不会是性侵犯了。这让检察官很是不接受，难道因为有病就要放过一个罪犯吗？并且今早又有3个男孩来报案，全都被校长亲吻和抚摸过，因此他不想轻易放过校长。可黄博士却持相反意见，于是为了证实校长在得病前是否就有性侵倾向，黄博士亲自审问了校长，而他也坦白从我8岁时就被爷爷性侵了4年，知道被侵犯的痛苦，所以之前我是不可能伤害尚恩的。然而他的这些话必须经过验证才行，方法就是让校长观看色情视频时，通过电脑扫描他的脑部活动，最终成像后和强奸犯的相比对，结果显示校长的果然正常。可检察官却怀疑这个方法的科学性，然而黄博士又指出他的笔记也恢复了，这下连警察也不乐意了，因为一旦放了校长，就等于向所有强奸犯敞开了大门，犯罪后找些医学借口就可脱罪了。谁知这时大队长也提到了一个相似案例，曾有一个性侵犯在监狱里查出肿瘤，切除后他被认为治愈了，却不成想在释放1年后再次犯案，不过仍不是他的责任，而是肿瘤又复发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检察官也不知是否应该起诉了，但是最后还是决定放校长一马，判处他进行周期性精神病评价，并禁止跟任何受害人有进一步联系。对此校长坦然接受了。然而事情却并未就此结束，尚恩退出了足球队，因为被校长的继子暴揍了一顿，埋怨他破坏了他们的家庭。警察想帮他，可却没想到尚恩竟真的迷恋上了校长，给他打电话也不接。于是警察赶紧解释他是得病了才那样的，不料却戳痛了尚恩，因为妈妈是酒鬼的原因，尚恩在校长那里感受到了爱，竟不知不觉爱上了施虐者。对此黄博士建议对尚恩进行援助治疗，可还没讨论出个具体方案吧，突然又传来了坏消息，尚恩妈竟把校长给打了。原来校长给尚恩打电话时被他听到了，这明显是违反了限制令，警察当即名正言顺将他逮捕了。可校长却有不得已的理由，因为他怀了尚恩的孩子，这差点把母亲气死。然而尚恩是孩子父亲，校长必须让他知道，再者现在他已是父离子散，没了家没了工作，只想生下属于自己的孩子而已。而故事到此也结束了，两人最终的羁绊会怎样就靠宝子们猜了。